這絕對是最暴利的城堡改造。2名男子花16萬歐買下這棟廢棄多年的城堡，這裡的位置极佳，有很大的發展潛力。於是他們計劃斥資400萬歐將其改造成星级酒店。弗朗西斯和本諾特無意间發現了一棟廢棄的城堡，與其說是城堡，其實就是廢墟。懷着好奇心走到裡面查看一番，發現荒廢之後裡面已經殘破不堪，抬頭就能看到天，稍不留神還有踩空的風險。不過好在外牆還算良好，只需一丟丢的超能力就能将它變成星级酒店。他们的效率很高，盘下之後马上就做好了整體布局的圖紙。他們重新設計了城堡的入口和停車場，接下來就到了最解壓的拆家環節。可以說除了承重牆之外，目之所及的地方全都一頓邦邦亂錘，甚至有些地方小手一摳就整扇的往下掉。為了讓大型機械能開進來作業，這些野蠻生長的灌木叢自然成為了首要清理的目標。但是他們只有幾個，只需要消耗2根法棍就能自带配音的人形电锯。經過5天的砍伐之後，終於在灌木叢中開闢出一條小路。隨着機械的進場，垃圾的清理就輕鬆了很多。當然，這對車技的要求還是挺高的。經過清理之後，室內也露出了最原始的模樣，可以說是牆不擋風，瓦不擋雨。而鐘樓旁的這部分基本已經沒有翻新的必要，暴力拆除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。而判斷失誤的挖機師傅把原本需要幹1天的活，他這一爪子就差不多幹完了。而接下外牆的拆除才是大工程，他們只能手動清理屋頂上的瓦片。不過好在用來固定的釘子大部分已經被锈迹腐蚀，只需用撬棍輕輕一戳，瓦片就稀里嘩啦的往下掉。很快他們就把瓦片全部拆除，並把一部分完整的屋頂給鋪上了防水布，並用木條固定好了。而另一半的內部框架早已嚴重損壞，已經沒有了再修復的必要，拆掉重建才是最好的選擇。在寶座上休息片刻之後，接着他們開始清理外牆上的牆皮，為後續的牆壁修復做準備。不僅要整塊的鏟掉，石縫裡的灰塵也要吹乾淨。經過2人1天的突，城堡原生態的石牆終於全部呈現出來。雖然很累，但是距離目標越來越近。接着他們開始拆除破損的屋頂，這些框架基本也已經腐朽，稍不留神就有垮塌的風險。屋頂全部拆除之後，他們請來專業的木匠重新搭建好了屋頂的框架，接下來就可以開始慢慢的鋪設瓦片的工作了。前陣子屋頂的修復已經基本完成，接下來他們開始對室內進行改造。首先就是要將室內所有不是承重的牆壁全部拆除。雖然這棟建築比他們年齡還大，但是用料那是真的足。這麼大的石頭沒有機械的幫助，還真的很難清理出去。為了讓室內完全連通，他們還在承重牆上鑿開一個門框，上面再用鋼筋水泥澆築一個橫梁做支撐。畢竟安全第一是真理，全家不能沒有你。他們還在外牆上鑿開一個大窗戶，增加室內的採光。暴力拆除之後的邊緣則請來工匠進行修復。弗朗西斯和本諾特這時便化身成搬漿小弟，在一旁打輔助。這種小型挖掘機你一定不陌生吧？當當當的聲音直擊靈魂。地板的拆除就在這靈魂伴奏中如火如荼的進行中。他們倆輪番作業，人停機不停，終於將1樓的地板全部鏟除。在將堆積如山的建築垃圾清運出去之後，再用小型挖掘機把地面刮平。隨着工程的進展，為了方便日後運輸材料的車輛進入，他們開始在城堡旁清理出一塊平地作為臨時的停車場。他們一人開鏟車，一人開挖掘機，在默契配合之下，很快就將鏟車幹廢了。接下來更加暴力的拆除才剛開始。由於全新的布局，他們要將正門這面牆壁全部拆掉，改造成巨大的落地玻璃。而為了搭建2樓的支撐，他們則需要在這個位置用鋼筋混凝土澆築一個巨粗的門框。與此同時，他們還在後牆上鑿出一個2米寬的門框，以後這裡就作為酒店的入戶大門。一出門就是巨大的花園。經過幾個石匠趕工的修復，終於在天黑之前將門框給搭建好了。在澆築1樓的地板之前，他們先挖出了幾個大坑，植入鋼筋後用水泥澆築，為2樓的承重柱打下了夯實的基礎，然後上面鋪上一層厚厚的鵝卵石。將防水布和鋼筋鋪設好之後，用超能力摇來混凝土車開始澆築地面。
而工頭為了能順利結算工錢，還自掏腰包往混凝土裡丟了1枚硬幣，以後每天都能踩着錢進，踩着錢出，祝福他們的酒店生意大撈大發。隨着冬天的到來，大雪掩蓋了城堡的荒芜，弗朗西斯他們開始美化城堡的外牆。他們先用砂漿将牆上的縫隙填滿，等其乾燥之後，再用刮刀将砂漿刮平整。這是一件非常耗時且需要耐心的工作。直到雪停了，他們才将一面牆壁給修復好。接着，他們回到室內，開始搭建內部的結構。他們在之前打好地基的位置上重新浇筑了承重的柱子，之後馬上鋪設好2樓的模板，上面再扎上一層的鋼筋。在澆筑2樓地板時，受工头的指點，弗朗西斯和本諾特同樣往裡面丟了2枚硬幣。有了前2次的經驗，3樓的澆築也進行得非常的順利。等到樓板變得乾燥結實之後，他們才開始拆除模板和架子。隨着室內主體結構的完成，他们又開始了外牆的修復工作，同樣是往縫隙裡灌滿砂漿，然後再用小刮刀進行美化。這一次，很多朋友前來幫忙，大家有說有笑，也為這枯燥乏味的工作增添了些許樂趣。經過修復的外牆的確是整齊好看了不少。為了給酒店更好的居住體驗，他們特地訂購了3層的隔音玻璃。而為了能更加方便的安裝玻璃窗，他們還需要先將支撐樓板的腳手架和木板給全部拆除。清空之後，工人才能放開手腳的搬運玻璃和安裝。接下來，他們開始對塔樓進行修復。和修復牆壁一樣，首先對塔樓的外牆進行美化，而塔頂的舊瓦片則需要全部拆除，之後在原有的基礎上重新用方木條構建了屋頂的框架，然後再鋪設上新的瓦片。而另一座較小的塔修復的難度比較高，由於頂部又尖又小的原因，很難爬上去施工。於是他們腦洞大開，動用了一點點超能力，將整個塔頂給吊了下來。在地面上施工就簡單安全很多，很快他們就將塔頂修復完成，鋪設好了全新的瓦片，然後再次搖來吊機，把塔尖弄回原處給固定好。現在外牆的修復工作就基本完成了，接下來則開始對室內進行重新的構建和裝修的工作。隨着城堡外牆修復工作的完成，他们開始進入到室內的裝修。首先就是要根據設計圖隔斷出每一層的房間，他們先用激光水平儀在地板上標記出牆體的位置，然後再安裝上龍骨，最後再扣上石膏板進行固定。整座城堡一共分為了3層，這工作量對2人來說是不小的挑戰。當他們吃不消時，偶爾也會動用超能力來解決。由於塔樓原來的樓梯非常的狹窄，作為酒店肯定是不達標的，於是他們決定在每一層都鑿出一個門，使塔樓與整座城堡相連通。經過測量發現，塔樓的石牆厚度竟然有 1.6 米。雖然任務艱巨，但也只能迎難而上。他們輪番作業，手拿衝擊鑽一點點的將石牆上的石頭摳下來。終於他們打通了第1扇門，接着繼續鑿第2扇、第3扇，在將所有門洞打通之後，他們才請來石匠修砌門框。而門楣所用的石材需要6個人一起才能勉強的抬到樓上。在安裝時還特地將石板切開，中間放上一個聖殿騎士團的標誌。在將所有的門框重新修砌好之後，才開始安裝吊頂。同樣也是先在天花板上固定好龍骨，然後再鋪設上石膏板。而在天花板完全密封之前，他們還要預先鋪設好電路管道，這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。好在本諾特對此略懂一二，而一竅不通的弗朗西斯只能打打下手。在將所有管道都預裝好之後，他們才開始使用纖維素填料對屋頂閣樓進行隔熱。這種隔熱的方式簡單粗暴，只需要用專用的機械把材料往牆縫注入即可。將天花板全部封閉之後，終於可以開始刷牆了。而在刮膩子之前，還需要用膠帶將所有的接縫處粘上，防止以後牆壁出現裂痕。這也是一項非常耗時且需要耐心的工作。而接下來的刷牆工作，他們直接請來了專業人士，通過噴槍將膩子均勻地噴灑在牆壁上，然後再用刮板手動地將牆面刮平。在工人刷牆的時間裡，他們也終於開始了對城堡花園的改造。在工人刷牆的同時，弗朗西斯和本諾特2人也沒有閒着，他們開始來到室外打造酒店的花園。首先就是要重建公園的圍牆，由於年久失修，一部分的石牆已經倒塌，需要重新修葺，而保存完好的部分也已經長滿了青苔。
他們先用鋤頭將厚厚的青苔刮掉，然後再用高压水槍将殘留在石壁上的部分冲洗乾淨。圍牆的修葺无疑是项巨大的工程，需要通過石墙將公園劃分區域，形成高低差，從而增加園林的層次感。他們首先用挖掘機将原有的第一層石牆推倒一半，使其與地面齐平。而在修葺第二層石牆時，首先要確定好位置和高度，再拉好準線作為標記，然後沿着準線進行修葺，才能保證石牆的筆直與美觀。而邊緣的這棵大樹，他們要將它保留，因此需要在樹的根部將圍牆做成圓形，這樣既能繞開大樹，還能增加觀賞性。石匠在砌牆的同時，弗朗西斯和本諾特則開着挖掘機將原來圍牆的殘骸給掘了出來，並且還挖出了大量的石頭，正好可以為石牆的搭建就地取材。為此，他們還專門買了一台小機器搬運石頭。有了機械的幫助，晚上回去再也不腰疼了。整完之後，為了加快進度，弗朗西斯和本諾特也加入到了砌牆的工作中。有了他們的加入，效率虽然略微提高，但是圍牆依然望不到頭。恰好這時，一群比利時球探在度假時經過此地，他們決定幫助弗朗西斯和本諾特，挑戰4天幫他們修葺好最長的一堵牆。可能弗朗西斯他們晚上做夢都能笑出聲來。年輕人就是幹勁十足，雖然他們並沒有建築的經驗，修葺的牆壁也不是很好看，但是這免費的勞動力還要什麼自行車？妹子們無意間發現的一只蟾蜍，馬上就成了他們愛不釋手的寵物。4天時間很快就過去，他們也完成了挑戰。為了感謝他們，弗朗西斯特地在城堡內舉辦了一场燒烤派對。時光飞逝，不知用了多長時間，他們終於開始搭建最外圍的圍牆。他們先将上面的藤蔓給清理乾淨。幸運的是，大部分的圍牆都保存完好，只有2處需要維修。為了更加方便的搬運巨石，他們還制作了一個簡單又實用的工具。有了機械的幫助，石牆的修復就簡單了很多。虽然下起了雨，路面变得非常的泥泞，拖拉机都開始打滑，但是他們依然冒雨工作趕工期。1年時間很快過去，他們的圍牆終於修復完成，還在外圍裝上了柵欄。而接下來他們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